欢迎来到智慧星球，智慧值得传播。祝您听书愉快。今天我们要解读的呢是第5项修炼，副标题是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践。这本书的中文版大约有43万字，我呢将会大约用27分钟和大家分享这本书的精华，如何打造一个有超强学习能力的学习型组织。第5项修炼是一本极其经典的管理学著作，它被《金融时报》称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5部工商巨著之一。这本书的作者彼得·圣吉也被《商业周刊》评为世界上10大管理大师之一，有人甚至认为他是彼得·德鲁克之后最具影响力的管理学大师。这本书能够如此受欢迎呢，我认为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命题。这个命题就是说，一个组织它能够拥有长期的竞争力的关键，是在于它能够比竞争对手更快的、更好的学习。所以作者彼得·圣吉就提出了学习型组织这么一个概念。那什么是学习型组织呢？不是说公司要经常组织大家培训啊、上课呀，来学新业务知识。这里说的学习型组织呢，是指组织中的每一个人都充满了学习的热情和能力，而且这一帮人在一块合作的时候呢，又能在实践中不断互相启发、互相帮助，大家共同创新、试错、自我进化，能够自我成长这么一个组织。所以如果你能够创造或者加入一个这样的组织，那肯定每个人都会特别的骄傲，对吧？可是这个目标听起来并不容易实现，怎么样才能打造一个这么牛、能够有学习力的组织呢？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我们从3个方面来说一说。第一，5项修炼呢，究竟指的哪5项？第二，为什么第5项修炼特别重要？第三，我们怎么在工作生活中运用第5项修炼呢？我们看这本书的名字叫第5项修炼，那么前4项修炼是什么呢？修炼这些东西要解决什么问题呢？这是我们读这本书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其实这5项修炼呢，就是我们开篇提到的一个问题，怎么样能打造一个超高效学习的组织？作者认为呢，要做到这一点，就得修炼5个方面，分别是自我超越、心智模式、共同愿景、团队学习和系统思考。这听起来有一点陌生，我们来解释一下分别是什么意思。先看第1项修炼，自我超越。这个修炼呢，其实是从我们个人角度来而言的。如果一个组织想要特别有学习力的话，那首先其实要团队的每个人都有学习力，对吧？而让一个人有学习力，要做的第一步是什么呢？那就是你得有好好学习的动力。自我超越就是说你得有不断想让自己突破精进的愿望，有这种热情和动力去学习。比如你对自己的专业技能不满足，你对自己的管理能力不满足，有了这样不满足的动力，你就能投入精力不断精进。可是你去问很多人什么是他想要的时候他们可能就说，我想让丈母娘搬出家，我想少加班。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只是提出自己不想要的东西，而从没有去追求想要的东西。所以从安于现状、逃避问题到自我超越、不断精进，这个转变就是我们要修炼的第1项技能。而我们要修炼的第2个能力呢，就是心智模式。心智模式这个词我们生活中用的比较少，它实际上说的是我们每个人看这个世界其实是有一定的模式、固定的方法和想法。那在不同的人的大脑中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和解释其实就是不一样的。而我们自己的每一个行为、每一个行动，其实都是在自己的心智模式下影响产生的。比如你对这个零售行业的认识和马云对零售行业的认识可能就会有很大的不同。这为什么呢？原因就是你们两者在零售这个领域的心智模式是不一样的。李笑来曾经举过一个例子说心智模式对人的影响。他说，什么是笨呢？这个笨呢，就是你每次采取相同的行动，还期望得到不一样的结果，那就是笨。你看，人之所以每次都会有一样的行为，背后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心智模式没有发生变化，所以再努力也不会有大的改进。如果想要大幅改变我们的行为，增强自己学习的能力，其实要改变的就是心智模式。只有让自己理解和认识这个世界的方式改变了，才能真正的学习和进步。所以一方面要能够有自我超越的动力，一方面又能够不断反省改进自己的心智模式，那作为个体而言，我们学习能力就初步具备了。而这就到了第3项修炼，共同愿景。所以共同愿景它角度就不一样，它是从我们团队的层面讲怎么样建立学习热情的。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得把心往一处使，
团队中的每个人有一个共同的目标，这样的团队他学习起来才有干劲嘛。所谓人在一起是团伙，心在一起才是团队，否则大家东打一枪西打一枪，这个团队的内耗就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团队作为一个组织，它要学习，首先要团队每个成员达成共同的目标和愿景。你看我们很多公司墙上都有这个企业愿景啊、共同目标啊这些标语，到最后都成了一些口号，事实上和我们每天要做的事儿没有什么关系。这样的愿景肯定没办法激发大家的热情嘛。所以作者说，如果要让共同愿景起作用，那必须是每一个人都认可，是每一个人发自内心支持的，它才有可能激发大家的动力。要做到这一点当然不容易，你得花很多时间精力和大家沟通，建立共识，甚至寻找过去没有想到但每个人认可的方向，这才可以。这确实是花很多精力，但是如果一个团队在长期的竞争当中没有共同的学习热情，那这个成本和代价是更大的。所以建立共同愿景就是打造学习型组织的第3个修炼。而第4项修炼呢，就是团队学习。当大家共同认可了自己的愿景之后还得大家有能力实现这个愿景。可我们大多数时候遇到的情况是，团队中的每个人智商都超过了120，加到一块这个团队的智商还不到60。第4项修炼其实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的。团队学习就是让每个团队当中的人都能够亮出自己的心智模式，能够彼此交流怎么思考和想这个问题的，互相启发，互相触动，从而让这个团队呢彼此学习，快速进步。你看前面这4项修炼说起来挺不少也挺复杂的，做起来呢那就更需要耐心，花时间，否则它就不叫修炼了嘛，对吧？可是呢，这些修炼背后的逻辑其实是特别简单清晰的。你看这4项修炼其实就在解决2个事情。第一，明确愿景，激发热情。只不过对个人而言呢，就是要有自我超越的动力；对团队而言呢，就是要有共同愿景的修炼。解决的第2个事呢，是要训练大家反思学习的能力。对个人而言呢，就是你要意识到自己的心智模式，并且能反省改进。而对团队而言呢，就是每个人能够亮出心智模式，互相启发，共同进步。你看这4项修炼就构成了个人和团队共同学习和进步的方法。说到这儿，你可能就会觉得这4项修炼看起来对学习已经谈得挺完整了，如果团队真能够这么做到那这个团队肯定很牛了。那我们为什么还有第5项修炼呢？这就到了我们这本书更加核心和精华的内容。第5项修炼也就是系统思考。什么是系统思考呢？其实这是一种我们认识世界的方式。传统的教育教我们认识世界的方式呢，往往是把大问题拆解成小问题。这么做呢，一方面是可以把复杂的问题给简单，可是另一方面呢，也让我们丧失了一种能力，那就是从全局、从宏观对问题的理解。我们很容易就陷入到对问题的局部的思考，而看不到整体，被简单的因果关系所迷惑，而看不到整个互相联系的系统。而系统思考恰恰就是要打破过去这种对世界的认识的观点，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其实是相互联系的，它是一个彼此影响的系统。你只有具备了这种系统思考的能力，你才能够深刻地改变自己的行为和观点。所以虽然我们是最后提出系统思考但其实第5项修炼某种意义上它是前4项修炼的基础。我们系统思考的水平的高低，其实决定了我们前4项修炼能够实现效果的高度。这也是为什么这本书虽然讲了5个修炼，却把书名定为第5项修炼，就是这个意思。不过我这里要多说一句我们今天只是简明扼要的提了前4项修炼分别是解决什么问题的。其实在书中对每一项修炼都有很详实的介绍，我们今天因为时间有限，只能把最精华和核心的部分讲给大家。以后如果有机会，我们可以再花点时间来聊一聊另外那4项修炼的具体内容。好，今天就让我们把注意力都聚焦到这个最关键最重要的部分，系统思考。这就是我们第2个话题要讨论的内容。前面我们提到了，在打造学习型组织的时候，第5项修炼非常关键。为什么呢？答案其实也很简单。如果我们不具备系统思考的能力，我们在生活中就会产生很多麻烦，而不自知，没发现。比如我们经常看到公司中会有这个各个部门扯皮的现象，这个市场部门管生产部门说，我们完不成销售任务就是因为你们产品没做好，而生产部门那就会说，是这个设计部门没弄好，他们这个产品设计的不好，有什么办法？
而到了设计部门就说，是因为这个市场部瞎提意见，如果他们没有那些瞎提的意见，我们一定能设计出标杆的产品。你看这种情况，就是大家互相扯皮，互相踢皮球，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没问题，都是别人的问题。你再比如我们工作中就会遇到这样一种人，你说他工作不努力吧，他也尽职尽责，你安排的任务他都完成，可是你说他努力吧，有点不对劲儿，因为他就只完成这个手头的任务和你布置给的任务，好像就没有什么积极性。可是他们还挺理直气壮，因为他说我干一份工作拿一份钱，有什么问题？我做好了本职工作啊。这些日常工作啊，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又有时候不知道错在哪儿。错在哪儿呢？从表面上看，可能是沟通的问题啊，可能是个人积极性的问题啊。但其实你往更深层次挖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是这些人他没有一个系统思考问题、看问题的这个方式，往往就会把组织当做一个机器来管。而懂系统思考的人，往往是把组织当做一个生命体来管。这个听起来有点悬啊，把组织当一个机器来管呢，就是说我们倾向于认为这个组织是用来控制的，它就是为了完成我们的任务、业绩目标的，而每一个人就像机器上的一个螺丝钉。虽然你看我们大多数企业都在讲我们要以人为本、人文关怀，可是你到了这个实际经营中，你会发现大多数企业其实还是像机器一样运作。比如前面提到那个不是特别积极的员工，他就是把自己看成一个螺丝钉嘛，只要做好自己职责范围的事儿，其他就跟我没关系了。你再看各个部门扯皮，其实背后的一个观点和想法就是，这个机器上我就负责我这部分就好了，只要我做好了，其他部门出问题或者公司没经营好，那肯定不关我的事儿，我做好了呀。所有这些问题啊，就是一个基于类似于管理机器一样的思考方式来看我们这个世界和工作的。这种认识其实它存在两方面的问题。第一呢，它其实思考问题特别短视的，就它是很简单的因果关系，人们发生了一个什么眼前的问题，就会被这个问题牵着鼻子走。另一方面呢，这种思考其实就只能局部的视野来思考，它看不到全局的关系。而第五项修炼恰恰就是要打破这两个问题，帮助我们改进。为什么这么说呢？让我们来看两个例子。先看第一个，怎么样用系统思考来打破这个单因果的短视呢？1933年的时候啊，美国正处于金融危机啊，一片经济萧条，数千万人失业。当时美国全国的黄金储备不到60亿，可是却要应付410亿美元的存款，所以啊，这个银行就成批的倒闭，银行门口排的人山人海，大家都是排队抢着把自己存在银行的钱取出来，生怕取慢了就没钱了。当时这个挤兑风潮是遍及全美。而1933年3月4日，美国的金融心脏美国证券交易所正式关闭了，垮了。可是巧的是，就在这同一天，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宣布就任了。如果这个时候你是罗斯福总统，你怎么收拾这个乱摊子，让大家不要恐慌挤兑呢？我不知道你会怎么做啊。可是当时的罗斯福他没有说那个禁止大家挤兑啊，他也没简单的说你们要相信政府啊，一定能够把大家的钱保住啊。你如果这么说，那就是简单的单因果嘛，发生什么事儿就采取什么样的措施。相反，当时罗斯福就采用了系统思考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当然可能他没有听说过这个名词，但实际上用了这个方法。他就在1933年3月12日的时候，向全体美国人进行了一次公开广播啊，这就是大家都熟知的炉边谈话。在第一次谈话中，他是这么说的：大家呢把钱存在了银行，可是银行并不是就把它存在保险库里就那放着了，它是要把它拿来工作的，比如给企业贷款。换句话说，就是大家的钱交到银行这儿，银行是让它起作用流动起来的，这样我们的社会经济才能运作起来。我可以向大家保证，你把钱存到银行，尤其是存到我们接下来整顿过的银行里面，一定比存在你家的床垫底下更安全。罗斯福的这段话呀，没有从具体的挤兑问题出发，而是从银行怎么运作，我们的钱进了银行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从这个系统来阐释问题的。结果罗斯福的这个解释就赢得了美国人的信任。第二天，一些银行开业之后，又有大量的人带着自己装有黄金啊、货币的大小包在门口排队，排着把钱再存回去。这样像遇到问题，它不是从问题表面来思考解决，而是从问题所在的系统来思考解决。而这恰恰是历史上很多杰出人物他们共同的思考方式。当年抗日战争的时候啊，中国日本打仗嘛，很多人的思考分析问题的方式就是局部的单因果的思考。你看日本的武器多先进，
日本的军队军事素养多先进，所以中国是打不赢日本的嘛。有一段时间，这个舆论是当时国内很主流的一个意见。可是当时的毛泽东他就不是这么看问题的，他是站在全局来思考。他说，战争其实是一个综合国力的比拼，而这个过程中呢，时间和空间也是我们的资源。我们中国是可以用空间来换时间这么一个策略来消耗日本，等日本的国力消耗差不多，我们就一定能取得胜利。所以他认为坚持持久战，中国一定赢。你看，前者思考问题呢，那就是简单的表象，而后者毛主席思考问题，他就是找到了战争这个系统中真正运作背后的规律。我们经常说，思路决定出路，认知的高度决定了行动的效果。系统思考呢，就是一个帮助我们提升认知水平的重要工具。如果我们的公司能够在这个层面上思考我们的竞争，那组织的竞争力就强很多。所以说，第5项修炼这个系统思考是非常重要的，能给我们带来很多帮助。那这就引出了我们最后一个问题，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掌握和应用系统思考呢？我们此前在说书节目中讲过，坚持是一种可以养成的习惯这本书，当时里面就提到，我们其实要培养人的这种认知习惯，就思考问题的方式改变，其实是需要很长时间的，没有个1年2年可能很难熟练的掌握。不过呢，如果我们能够知道训练系统思考有一些方法和工具的话，能够事半功倍，加速这个过程的。幸运的是，这本第5项修炼给我们提供了方法和工具。我们先聊方法，再说工具。锻炼系统思考的方法呢，简单而言，就是说你思考的时候要找关系。这找关系不是说你要托人情打听机密，看看这个系统是什么，不是。他说我们通常思考问题的习惯呢是找原因，而系统思考呢是说要梳理这个系统当中各事物之间的关系，找关系。比如你说为什么汽车能够启动跑起来，通常我们思考的方式就是因为我们踩油门加油了呀，这就是找原因的思考方式。不过你要换成系统思考，那它就不是这么解释，它是找关系。汽车本身可以看作一个系统，那在这个系统中就有汽车的速度、油门和刹车这3部分形成了关系。油门越大呢，车速就越快；刹车越紧呢，速度就越慢。这就是找到了关系。我们分析所有的事情啊，都可以找事物之间的关系，从而寻找到这个系统它是怎么运作的。你可能会说，要每件事都这么找关系，什么时候能找得完呢？这个问题呢，你还真不用太担心，因为作者总结了一下，归根到底这些事情之间关系就3种，对，只有3种，分别是正反馈、负反馈和延迟。什么是正反馈呢？比如你越踩油门，速度越快，这就是个正反馈。这2件事之间它是正相关的 ，A 增加 ，B 就进一步增加。那负反馈呢，不是说这个反馈是负面的作用，而是说它起一个稳定的作用，就像刹车和速度的关系，你越踩刹车，这个速度越慢，它们是负相关的。这2个呢都比较好理解。那什么是延迟呢？延迟是说发生一件事情 A 之后呢，并不立即导致 B 发生，而是中间会隔一段时间。比如我们淋浴的时候，这个冷水和热水，你把热水的水龙头打开以后，可能10秒钟之后，这个水龙头里面才出热水，这个过程就是有一个10秒的延迟。那为什么延迟会成为系统思考中一个重要的关系呢？这其实和我们这个大脑认知过程是有关系。大脑认知有一个局限，那就是我们学习一个东西啊，如果行动和反馈之间时间或者空间上距离比较远，没有获得及时的反馈，我们学习起来就比较困难。比如你今天扔的垃圾袋可能要几百年以后才能产生对环境的影响，那我们就不容易重视这个环境的问题。你看我们上学的时候，为什么老师是3天一大考2天一小考，那就是要给大家及时反馈才能改进。你事实让孩子们3年考1次试，那肯定这个成绩大幅下降，原因就在这儿，反馈的时间会决定我们学习的效果。你就拿刚才这个水龙头拧热水的事儿吧，仅仅10秒钟的延迟就会带来很大的不便。我们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就是冷水热水调半天很难调准，你刚把热水打开了，温度适合了，很快就烫了，然后等你再把冷水加上，刚舒服了，又凉了，你得反复好多次才能调到一个准确的位置。因此系统思考了解这个延迟是很重要的。好了，我们了解了系统思考这3种关系，正反馈、负反馈和延迟，我们再拿它来分析我们的公司也好，我们要处理的事情也好，我们家庭生活也好等等，就会给我们很大的帮助，有很多启发。可是又有新问题了，
你看我们现在虽然有这3个工具来分析问题，已经很简单了，但是似乎每件事还是这么分析，工作量还是蛮大的。这个问题呢，作者也遇到了，不过作者说问题没那么严重。为什么呢？其实你做多了，你就会发现这个世界的运作方式也是有规律、有模板的。很多事儿看起来不一样，其实只是穿了不同的外衣。从系统的角度看，是在重复的发生的。你只要把这些重复发生的模板掌握了，很多事儿就不用从头分析了。这就有点像加减乘除和数学公式的关系。你看，加减乘除就是我们数字之间的关系，你用这基本的工具和方法就能推导啊，计算很多问题。可是很多数学问题，它背后其实解决思路是一样的。这个时候你就发现了，解决数学问题的模板，那就是数学公式。你下次遇到一个类似的问题，你就不需要从头推演了，你直接套用公式就可以解决了。系统思考也类似，正反馈、负反馈和延迟，就像我们数学中的加减乘除，而系统思考中的公式呢，作者就把它称为系统的基本模型。如果我们能够掌握好重要的基本模型，把它综合应用，我们就能把系统思考的方式快速的用在解决生活中各种复杂的问题和现象了。在各种模型当中，有2个模型作者认为是特别重要的，需要一定掌握的。这也是我们今天要聊到的2个系统思考的重要工具，那就是增长极限模型和转移负担模型。什么是增长极限模型呢？他的意思是说，如果一个事儿开始运作的时候呢，它运行得很顺利，发展很快，你要知道这种快速的增长一定会导致副作用，就是会让这个增长的系统慢下来，要么到了天花板，要么甚至掉下来。这个道理呢，听起来很简单，但是你会发现我们日常生活中常常没有意识到用这个模型来分析问题，从而我们会做错很多事儿。假设你因为自己很擅长演讲，就很出名，很多人邀请你，你的价格就越高，收入就越好，这个时候你肯定很高兴嘛。可是如果你了解增长模型这个系统思考的方式吧，你就会发现你越来越有名气的演讲就可能给你带来副作用，成为你演讲和收入这个系统的瓶颈。为什么呢？因为你名气大了，就要花很多时间来应酬，出去演讲，这就进一步导致你没有时间学习新东西，到后来你就一直是讲旧的东西，自己慢慢的不满意，听众也听不到新鲜的东西，反而让自己丧失了名气。你看，甚至恋爱这件事情有时候也可以用系统思考这个模式解决。刚开始相处的时候，大家互相吸引，彼此了解，关系越来越好，慢慢的就如胶似漆嘛。这个时候增长极限就会起作用，因为2个人了解越多呢，就会知道很多过去不知道的事情，比如缺点呀、毛病啊就出现了，觉得和我想象的不一样，怎么他还这样？最后可能导致2个人的关系还不如恋爱刚开始的时候。像生活中很多类似的事情，其实都可以用增长的极限来解释的。那我们知道这个增长极限的模型有什么用呢？难道就是知道恋爱要分手是吗？其实不是。系统思考这个模型掌握一个重要的目的是帮我们更好的应对问题。也就是说，当我们用系统思考的角度去看问题的时候，解决方案就不是简单的为了问题的表象而努力。比如2个恋人吵架，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通常大家做法就是要么男生让着女生，要么各自少说一句。可是从系统思考的角度，你关键要解决的是改变负反馈。这里的负反馈是什么呢？负反馈是说2个恋人彼此了解的更多以后，和预期不一样，导致矛盾。怎么改变负反馈呢？那就要调整各自的爱情观，要明白人无完人，真正的爱情是互相理解和包容，价值观相似，大家共同奋斗。不解决这个问题，那其他的努力都是白搭，你少说2句话，只是延缓了这个矛盾的发生。同样的，当你发现自己的听众越来越少，收入越来越少的时候，不是加大力度做营销或者降价促销等等，而是要改变负反馈。也就是说，现在影响你的其实是你知识成就了，在吃老本，你要做的其实是提升自己的认知能力，这样才能推动整个系统健康的发展。你看，有了系统思考的模式，解决问题的思路切入点就会不一样。第2个基本模式呢，是转移负担。就我们生活中遇到问题的时候，往往就是遇到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但其实这个问题背后可能是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只不过因为它更难解决，所以我们就先解决这个表面的比较容易解决的问题，把那个难解决的问题就放那儿了，那就是转移了的负担。比如你工作压力特别大，为了缓解压力呢，你的解决方案就是把自己灌醉，一醉方休，就没压力了。
这就是转移负担。就是你本来要解决的问题，其实可能是要提升自己的工作能力，可是因为提升自己工作能力这事儿很复杂，结果就用了一个比较简单的解决方案，喝酒喝醉自己。再比如在工作中，一个新手做不好任务的时候，老员工或者项目经理一着急，亲自就搭把手把这活干完了。他解决的不是新员工能力成长的问题，而是先把任务完成了。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转移负担的模式。其实这很像我们中国人说的治标不治本。从系统思考的角度看，转移负担这个模型其实是由2个负反馈构成的。一个负反馈呢，就是我们做事是治标，比如用喝酒来缓解我们的压力。而另一个负反馈呢，那就是治本，承认自己做得不够好，需要花时间改变自己。只不过对于前者而言很容易做到喝酒嘛，而对后者而言就难度比较大，又不容易做，所以一般而言人们就很容易去选择那个比较容易做的事儿。可是如果我们理解系统思考，理解转移负担这个模式，我们就知道其实当一个问题出现了以后，一定要看这个问题真正的本质是什么，你要选择那个更深层次的原因去解决来突破。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话叫，当生活中有2条路可以选择的时候，你选择较难的那条路。而从问题解决的角度而言，就是要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要标本兼治。从系统思考的角度，就选择那条治本的路，你可以标本兼治，但是不能只治标不治本，那只是暂缓压力，未来会带来更大的麻烦。这就是作者说的转移负担的模型。好了，上面这些内容呢是第5项修炼，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主要内容。我们总结一下哈。首先，5项修炼呢是指提升我们团队学习能力很重要的5个方面。从个人的角度来讲呢，就是要建立自我超越，不断校正自己心智模式的过程。而从团队的角度呢，就是要建立共同愿景，大家团队学习。只不过自我超越、心智模式、共同愿景和团队学习这4项能力，某种程度上都是建立在系统思考这个第5项修炼能力的基础上。所谓系统思考呢，不是说局部的简单单因果的思考，而是站在一个全局整体互相影响的角度去思考。它的重要性在于掌握了这种思考方式之后，能够帮助我们更快地找到问题的真正原因。最后，在培养系统思考这个能力的过程中，要掌握1个方法和2个工具。一个方法呢，就是所有的事物之间都只有正反馈、负反馈和延迟这3种关系。你只要用这3个关系就能思考到很多问题。但是与此同时呢，你也可以掌握一些现成的模型，帮助自己更快地分析解决问题。其中最重要的2个模型，一个是增长极限的模型，一个是转移负担的模型。如果你和你的团队坚持不懈地训练这5项修炼，那么你团队的学习力一定大幅上升，不是吗？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恭喜您又听完了一本书，感谢您对我们的支持和关注，请订阅智慧星球听书频道，点赞和分享给身边的家人和朋友，智慧值得传播，开启美好未来。谢谢您，再见。